心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，我难过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干什么？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也不在我身边。对不起。3年前从横店归来的明星宇哥，现在却沦为了一个过气的小演员。他的经纪人因为患病，把他托付给了好友无双。于是无双叫来菜鸟2号福妹当宇哥的助理，而福妹并不是专业的，她只是个热爱偷吃的超市服务员。但是宇哥不相信经纪人不要他了，就去找福妹问情况。2个人呢，在超市一言不合就耍起了多米诺骨牌，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震撼。随后经理生气了，福妹闭麦了，宇哥呢就在一旁浇油填火。我哭什么呀？又不是你开除的呀，干嘛你开除的显得你更牛？于是福妹就在他的努力下遭到开除，这可把福妹气坏了，就单方面宣布成为了宇哥的助理，发誓要他也不好过。我好心让你上厕所，你在这给我下套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自愿让我进来的，你也是自愿出去的，我怎么给你下套呢？要不这样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咱们俩聊聊，毕竟我也在外面待好长时间了，你要么让我达成目的，要么呢你就在外面待一晚上，你自个儿选吧。我选什么选？我选什么选？是我家，我进去理所应当，你给我开门。这有面包和花生酱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给我动那个，听见没有？那是我唯一的余粮了。那个，你欠我那个钱可以给你减10块。我不用你给我减这10块钱，你别给我动啊！我警告你。那我真吃了，我饿死了都。这好香啊，我准备吃一点。哎，我不是聊行不行？聊。行，我给你开门。随后他只能选择屈服。福子一边啃着面包，一边劝他好好工作，而郝泽宇则希望他帮自己找到藤丹。回到牛美丽家，福子胃口大开的吃了2碗面，可是藤丹重病在身，这件事不能让郝泽宇知道，福子只好又厚着脸皮告诉郝泽宇，没有人知道藤丹的下落。郝泽宇想起藤丹有个女儿叫任佳佳，福子便拉着他去了学校找人。任佳佳偷偷的把1包卫生巾揣进了肚子里，郝泽宇看见他偷了东西，连忙上前，看见卫生巾掉出来，很是尴尬。福子做出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模样，带着任佳佳去结了账，然后又叮嘱她记住经期时间。任佳佳却对天对地的一副模样。任佳佳上次见藤丹都是半年前了，她缺失母爱，藤丹对郝泽宇这个毫不相干的人都比对他亲。郝泽宇把自己仅剩的钱给了任佳佳，转头又找福子借钱，还提出要去见牛美丽。福子歪着头不明所以，郝泽宇一激，福子立马带着郝泽宇去了牛美丽处。福子都跟我说了，可是我们谁都联系不上他。你要吃饭，我们也要吃饭，我们不能为了找一个人把饭碗都撂一边儿，对吧？前面的路还很长，不能被一件事情给困住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牵我呀？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10年前，我给你投了票。糊弄走郝泽宇后，牛美丽才松了一口气。她给郝泽宇接了个公益广告，让福子后天带着郝泽宇去试镜。可福子看到郝泽宇这副模样，很是难过。她觉得应该让藤丹和郝泽宇好好告别，他们毕竟并肩作战了10年。可牛美丽答应过藤丹，永远不会把这个秘密说出去。这件事情她无法答应。郝泽宇在家里发着呆，送上门的快递给了他灵感。还在熟睡的福子被郝泽宇的夺命连环 call 叫醒。郝泽宇让福子打电话给藤丹说他有一个快递，因为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拒绝快递。福子却一不小心脱口而出，藤丹现在哪有心情网购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牛妈和你他都不联系了，他肯定跟全世界都不联系了。郝泽宇始终坚持，福子便拿明天试镜广告的事情威逼利诱。郝泽宇立刻变成了乖乖男，连忙答应去试镜。福子打电话过去，藤丹立马接通了电话。于是很快郝泽宇和福子便赶去了。郝泽宇四处寻找，总算找到了正在与人交谈的藤丹。2人见面谁都没有说话，福子则在一旁大吃特吃。藤丹并没有拐弯抹角，很直接地问郝泽宇来这里是做什么。郝泽宇有些卑微地问藤丹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。藤丹不屑地道，他当年只是赌气待他，而经过了整整10年，郝泽宇并不是一个好演员，也成不了一个好演员，他现在要止损。藤丹将郝泽宇贬低得一文不值，郝泽宇一气之下摔了整桌子的酒瓶，甚至想要当场把藤丹送给自己的毛衣烧了。可藤丹却怒骂郝泽宇丢人现眼，崩溃的郝泽宇便在这种情况下离开。福子见状难过不已，郝泽宇只是想要好好见一面藤丹而已，何必这么伤他呢？藤丹却认认真真地告诉福子，对于郝泽宇来说，这种告别方式是最合适的。福子不解，却也说不出什么话，只好在满地狼藉中找到郝泽宇的那件毛衣离开。福子抱着毛衣去郝泽宇家找他，可是无论怎么呼唤郝泽宇都没声音。说不定他有他的苦衷吗？谁没苦衷啊？
我没有苦衷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教训我？你谁啊？是，我谁都不是。我萍水相逢，我屁颠屁颠来给你当老妈子，帮你找丹姐，我都是为了牛妈。你不想见到我，我也不想见到你。面对福子的安慰，更是大发脾气。委屈的福子把毛衣扔给郝泽宇就走了。他这人浑身上下都是刺，最后只能把爱他的人越推越远，伤害的只有自己。不乐意，滚蛋！谁让我滚蛋！福子打起了退堂鼓，面对郝泽宇，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可与此同时，他又怕牛美丽不好做。次日一大早，牛美丽就把福子吼了起来。福子带着困意把昨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哭着求他放过。离愁，别和往事战斗。石宝天机，答应拉你了吗？我说那师傅，我这有急事了，您帮我忙啊！走吧。新鲜了，这今儿谁没急事儿啊？不拉，下去。现在是高峰期，没有车，我给你加钱。半个钟头到不了啊？没事，咱马上走就行。谢谢你。系上安全带啊！今儿你碰上我，算你运气好。师傅，咱能再快点吗？今天我真有急事，您能不能在安全情况下不让走？爱是我无伤，唯有长枪江上也悲伤，唯有相逢先埋空场。到了。哎，你干嘛啊？你说干嘛呀？把我车装修成这样，然后一声对不起没有就想颠，擦了。怎么着？咱俩讲讲道理啊。不是我要把你车吐成这样，是你开那么快，你让我把你车吐成这样，是不是你吐的吧？少废话，擦了。不是你能不能讲点理啊？啊，谢。我看你岁数大，我不给你一般见识啊！我之前不给了你3万块钱吗？那3万块钱够你洗80回车，你给我送开3万块钱是我开车的钱，不是擦车的钱，擦了。不是老东西，你怎么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怪我今儿给你翻脸，你赶快把门给我放开！呵，你还跟我翻脸，少给我来的青皮，我见过。我告诉你，哥们儿当年也是东四服务业，打听打听去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儿真不是吓唬你，我数3下，你给我把门给我打开。1、2、3，哎呦我哥，你妈！跟我执拗还？别吱声！别！我告诉你啊，怎么着？我告诉你老东西，你要是有本事，你要有能耐，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，我今儿我弄你，信不信？我不放开。对，哎呀，动，放开你就没戏了。不是，滚飞！让我来吧你！福子把郝泽宇、福爸爸赎了出来，拽着郝泽宇指着破损的车臭骂了一顿，又骂福爸爸不该瞒着自己。福爸爸却和颜悦色的说要大家伙一起去把早饭吃了。福子也只好带着诧异的目光上了车。街边小摊，郝泽宇和福子、福爸爸还有牛美丽一起点了不少东西。郝泽宇却一脸嫌弃地看着桌子上的炒肝。福子看他这副模样更加嫌弃，谁想却被其他3个人联合起来对了。4个人吃了顿地地道道的北京早餐，接着开始了忙忙碌碌的一天。福子蹦蹦哒哒的来找牛美丽汇报工作，表示今天他争取到了狗粮广告的面试机会，一会儿就去郝泽宇家把他给薅起来。此时郝泽宇过来了，牛美丽索性拿出了解约合同。她没有在福子或福爸爸面前提这件事情，就是为了给郝泽宇一个面子。他们是牛美丽在北京唯一的亲人，既然郝泽宇不把他们当人，那牛美丽也没必要跟郝泽宇继续合作了。郝泽宇有些意外，他只是想要让藤丹后悔而已。牛美丽见状，顺道而提出了让郝泽宇去试镜狗粮广告。郝泽宇连忙答应。这时听墙角的福子吓得连忙转身离开。走了。哪儿去啊？什么哪儿去啊？给你赚提成去啊？你不要以为这种小恩小惠就能惠得了我。
媳妇儿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刚踢着我了，我摔倒了，你正好踢到我摔倒的地方了。哎，郝泽宇，狗粮广告面试过程，导演说希望郝泽宇边吃边演。郝泽宇看了眼桌上放的满满狗粮，听着导演那些奇奇怪怪的话，毫不犹豫地冲着镜头吞了起来。一旁的福子心情复杂，想要和导演商量，却被郝泽宇拒绝了。郝泽宇满脑子都是滕丹说的那些话，狗粮吃了一碗又一碗。拍摄完成后，郝泽宇跑进厕所吐了许久，而广告商竟然还送了他2袋狗粮。福子跑到牛美丽面前为郝泽宇打抱不平，可牛美丽和郝泽宇心情并没有多大波澜。对于郝泽宇而言，只要能演戏，让他做什么都可以。牛美丽难免有些心虚，只能暂时忽悠郝泽宇说努力工作。导演打电话过来说，希望郝泽宇的片酬打个折，说什么人拍狗拍都一样。牛美丽听到这些话，当即就把导演骂了一顿，暴脾气的摔了手机。可是冲动过后，郝泽宇的未来又该怎么办？郝泽宇和福子走在街头，他对福子的性格很是好奇，明明早上还一个劲儿的冲他叫唤，下午又换了张脸巴巴的跟着他去面试，二人好好的又吵了起来。你怎么这么没脸没皮呢？啊！你不是在酒吧里嚷着要干出个人样，让滕丹看见吗？雨呀，你忘了？我就提滕丹，我提备忘录在你床头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长点心。提到滕丹，郝泽宇转身就走，他用不着别人来提醒，心里都死死的急记着，不然那一大把一大把的狗粮又是怎么咽下去的？福子看着郝泽宇离开的背影，心情越发复杂。他坚信别人会有的，郝泽宇也一定会有。郝泽宇回到家准备下饺子吃，剧组遇到的朋友高天跑来给郝泽宇做了碗油泼面，二人蹲在地上吃得很痛快。福子一大早又慌慌张张的冲进来说郝泽宇消失了，牛美丽却十分淡定。然而郝泽宇正追着狗粮导演争取广告机会，脸上更是难得的换上了副笑脸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郝泽宇总算争取到了这次机会，兴奋的直跺脚。牛美丽终于憋不住了，准备把福子赶过去找人，郝泽宇却拿着合同留着狗回来了。牛美丽对郝泽宇的转变很惊讶，仔细想想却又见怪不怪了。三人围着郝泽宇拍广告的合作伙伴转，据说这条狗是狗界大明星，郝泽宇特别喜欢它，但是又没办法照顾，只能拜托给福子。福子笑呵呵地牵着狗回家了。郝泽宇见到这一幕，耳边响起了福子昨晚对他喊的那些话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牛美丽意识到要包装郝泽宇，于是给了福子2000，让他带郝泽宇逛商场。拍照不得买点好看衣服呀？不知道买好看衣服啊？疯了吧，大姐，这你买得起？怎么着？牛美丽是给你发2000美金还是怎么着？牛美丽要给我美金还欠你啊！跟你说，你等会儿进去之后，一定要装作特别闲实的样子，就经常来这儿逛的那种样子，知道吗？什么意思呢？你是想带我来这儿买衣服啊，还是进去偷偷看人家衣服怎么做的，回去你自己给我做啊？别神经病！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只要不摘吊牌都能退。我信用卡我有1万呢，你能给买几下？不是咱们不丢人了吗？啊，买不起就买不起，你进去干嘛去？你不是你跟谁学这歪门邪道的东西啊？丢人呀！不用学，走。疯狂的买后，郝泽宇和福子一同回了酒店。因为经费有限，租不起摄影棚，所以酒店就是他们这次拍摄的地点。福子一脸新奇的在这豪华的房间里参观，看见咖啡机都能兴奋半天。郝泽宇一脸嫌弃的样子，谁手给我盖个这？因为衣服太脏了。那开始了，你有钱请专业的化妆师，所以呢，我就将就来给你画啊。但你放心，我是很专业的。先不聊你专不专业，先聊聊你这化妆品专不专业啊？适合我吗？就用。你还挺懂的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到时候都会修图的。修什么修？把我放在你包里那东西哪儿来？这个啊，哟妈呀，这么多刷子，这么专业，这可是你自己的？你还有这个癖好呢？你喜欢化妆啊？对，就是爱化妆。怎么着吧？天天画，没日没夜的画，一直往脸上画，行吗？能闭嘴吗你？烦死了！烦死了！别画。来，我怎么了？是不是感觉我很专业？专业化妆师画出来就是不一样吧？我觉得你丫可以转行做视频。你给我起来，给我拿走！你不画成什么了？学半天，我学半天。昨天晚上我给你看那美妆什么视频，学眼快瞎了。你还说我是什么玩意儿？我拍照，你跳广场舞，神经病，拿着东西过来。
你能不能轻点，人家勒死我呀？弄块破布，那不是怕把你衣服弄脏了？你还真挺会画的啊！废话，我不会画怎么办？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这样的演员真能自己请得起化妆师啊？对不起。行了，够帅的了。不是，怎么又冲一杯啊？我想喝，我是不是要钱啊？哎，你真土啊！这酒店里的这种咖啡是免费的行不行？咱能不那么抠啊？你确定啊？废话。那个厕所的那个吹风机是免费的吗？免费的。我可以带走吗？可以带走。毛巾呢？免费的。沐浴液呢？免费的，都是真的啊，真的。还有什么是免费的？哎，来，告诉你啊，看见没有？山马、一套全是免费的啊！这边啊，看这个，看吧，这个比你床还大了，这也是免费的。看这什么？这么大电视，你看还曲面呢，这电视都免费的，知道吗？还有那个，哎，还有这个天花板，看好看吗？也是免费，拆下来能带走，到一搬家公司。你等会儿帮我一块拆呗。行啊，没问题啊。好呀。这神经病，你骗我玩？你干嘛呀你？干什么？上厕所。哎，一提你裤子脱了这是。你神经病啊！我干嘛？你不是怕脏吗？你肚子怎么了？不去了。你这个尿还是要尿的，你不能憋着，但是你就把裤子脱了就行了。不去了，行吗？憋死我好吗？憋死我也不把你裤子弄脏了。摄影师是福子在胡同里随便找的，没有其他什么优点，只因为他是免费的。不过，摄影师对郝泽宇挑肥拣瘦的，浑身上下都写着2个大大的嫌弃。郝泽宇脸上笑嘻嘻，心里恨不得扒了福子的皮。宣传照拍摄过程中，郝泽宇1万个不配合。第一个主题在一片混乱中结束，第2个主题是欲望，郝泽宇依旧不配合，福子只好以身作则，躺在大床上，摆了个自认为魅惑的姿势，差点被郝泽宇一脚踹下去。第2个主题宣告失败，福子只好殷勤地给郝泽宇端茶送水，要是最后一趴还不行，他铁定被牛美丽大卸8块。第3个主题是失身，郝泽宇听见这2个字就发飙了，拿起旁边的眼线笔就开始朝着摄影师霍霍。福子抢夺之中，墨水弄脏了衣服，2人彻底哭了。我这怎么办呀？我这怎么还回去啊？我这肯定退不了了，我哪有那么多钱赔人家啊？我怎么跟牛妈交代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，郝泽宇啊？你就整我整一天。郝泽宇带着歉意开始配合拍摄，背地里却使坏把福子拖进了浴缸里，上演了一出鸳鸯戏水。郝泽宇把钱还给福子，毕竟当初是他弄坏了人家的手机。为了表示歉意，福子请郝泽宇吃了1桶泡面。郝泽宇吐槽他抠，却也只能将就着饱腹。福子因为退不了的衣服始终闷闷不乐的，这一件衬衣4000多块钱，对他们来说着实奢侈。福子拿出一些钱给郝泽宇，让他先拿着用，但还是按规矩写了张欠条。2人没完没了地凭着嘴，在奋斗的道路上奔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啦！哎，欢迎来看我的吃播呀，开始上人了啊！嘿，这人气上人层层。行，那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今天都吃了什么啊？看什么？爆米花啊，整整5桶啊，整整5桶，我先放到这儿。还有这个3个大鸡腿，看见没有？哎，还有1个全家桶，里边啊满满的鸡翅啊，看见没有？啊，这样啊，老铁们，那个今天呢，谁给我刷一辆法拉利？1辆法拉利，1桶爆米花，好不好？老铁，礼物刷起来好吗？啊？有没有人？礼物刷起来啊！还有，这是猪猪男孩这位朋友说到做到，1辆法拉利，1桶爆米花，我开始吃了啊！满1桶啊！哥们儿挺猛啊！你要是喝桶花生油，我给你刷一个车队，敢吗？啊？这不敢喝呀，那还开什么吃播？没劲儿！走了。
猪猪男孩，那个你别走，那个你自己说的，你别后悔啊！一桶花生油，你给我刷一个车队。你等着啊，我没准备花生油，我先找一下，等我啊。挣钱的机会来了，哼！刷礼物也不能喝这个呀！不行，你不能喝。我这不是为了创收吗？总不能只出不进啊！那也不拿健康换啊！炒个菜还得少油少盐呢。我喝完了，我去厕所，我抠吐了，行不行啊？你以为我是为了我自己？牛美丽赚钱容易吗？你爸赚钱容易吗？他们这样我能舒服吗？不是你真以为我不懂事儿是吗？我把牛美丽的包卖了，我心里舒服啊！我能舒服吗？我也想快点赚钱，帮他把包赎回来啊！你别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还有你爸，累死累活开一天出租车，你知道吗？这回来还得给我做饭，一天好几顿呢，我咽得下去吗？你给我松开！真的不出事，你不能喝。我松开。不送是吧？你不送，我现在我就当着你面喝了，我不让他看见，我钱我也挣不着了，自己想吧。猪猪男孩，哎，我来了啊！郝泽宇被送医院抢救，得了急性胰腺炎，医生警告他不许暴饮暴食。福子很头疼，郝泽宇向他道歉，福子也很难受。次日，福子给郝泽宇送粥，发现他脸越来越肿，原来是药里有激素，发胖正常。郝泽宇因祸得福，出院后，牛美丽拉他去见彭尔康，谁知彭尔康改了剧本，演员要瘦的。福爸爸不高兴，打人玩的是吗？拿人不当人是吗？行，咱走着瞧。你呀今儿甭想走，我弄死你信吗？牛美丽却给彭尔康跪下，福爸爸要拉郝泽宇走，郝泽宇却大发脾气，让福子拽他出去，还保证能把肥减下去。福爸爸和福子很不高兴，郝泽宇道歉。晚餐时，福子和牛美丽喝酒飙泪，郝泽宇决定减肥，福子要陪他一起减肥。郝泽宇给喝醉的福子和牛美丽掖被角，和福爸爸聊天，觉得福爸爸先发脾气是对的，彭尔康在耍他们，但不打算告诉福子。次日，福子把郝泽宇的零食锁起来，收起他的钱，说减肥成功再还他。郝泽宇在福子陪伴下减肥，吃难以下咽的减肥餐。福子是监督员，郝泽宇馋烧烤，福子拉他走，还把他绑凳子上，蒙眼喂他吃酸奶坚果冰激凌，让他望梅止渴。郝泽宇睡着后，福子想给他吃泡面，又提醒自己要狠心。郝泽宇醒来给福子盖被子，喝豆浆。福子为他减肥煞费苦心，他看在眼里，也能坚持跑步，但还是没忍住吃烧烤。导演，您随便翻页，随便页就行。我说你是不是减肥减的压力太大，精神有点崩溃了是吧？29场，皇宫日内景，皇后走向皇帝，跟皇帝说，宫里的女眷因为皇上喜欢瘦的身形，个个面黄肌瘦，一味求瘦，会不会影响到子嗣啊？38场，大漠夜，茫茫黑夜，马蹄声踏破黑夜。12场，客栈婚外景，大火燃尽了客栈。你没事吧？导演，我就是想告诉您，我特别想演这个戏。我知道，可能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，也许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但是我不后悔。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机会？我不知道您接触了其他的演员没有？你让我们家郝泽宇增肥减肥，这是公报私仇，还是真的想用他？只有好演员才会为了角色付出。我不管你要的是演员还是明星，我看过您那剧本了，我也研究过了，需要的是25、6岁左右的人。您这部戏的演员的这个预算也没有多高，这个是他参加选秀的时候的数据。那个夏天，只要看电视的人都记住了这张脸。他在增肥的时候开直播，最高峰的时候有几万人都在看他。我们这个公司就这么几个人，虽然不专业，但是我们都拼了命的为他好。您说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就是看中他的优秀潜质。您别觉得我今天来傻了吧唧的在这跟您说这么多，我就是想告诉您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郝泽宇想成为好演员，他总会成为好演员，他早晚都会证明自己的。到时候您千万别来找我们，我们不接您的戏。
说完了吗？福子，你真像我一个故人呐。你跟我说过了，上次就说了，我知道，是我的荣幸。但是上次酒没喝，等我回去练练，争取有机会下次把酒补上。好吧，我看男1号他是没戏了，啊，男3号，如果他愿意演的话，那回去等我合同吧，啊。怎么了？不愿意啊？男3号，男3号给我们了啊？真的？太好了，导演！行了行了，你躲开一点吧。对不起，还有45分钟带氧运动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那个都浪费了。我浪费您时间了，您再喝点水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又要。我知道，您放心吧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。去吧，我燃烧卡路里呢。那我走了。走吧。谢谢。到了剧组给郝泽宇和福子安排的，并不是什么5星级大酒店，而是一不知名旅馆。白娇娇的司机还把福子的房间抢了，福子只好在郝泽宇房间打地铺，半夜睡得十分香甜。郝泽宇做了个仙气飘飘的发型，颇有江湖大侠的风范。福子感叹道：“还真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”好，我们先吃饭，你在上面坐一会儿啊。这个镜头很麻烦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吃饭很快，10分钟回来接着拍你的啊，辛苦你了啊！走，我们吃饭。好。哎，一块来。导演、金小姐，你们先去吧，我稍后会再来。那导演放心啊，我在上面，我在上面坐着，我不饿，没事，我不饿，你好好吃，导演。哎，你这在房顶上，我怎么给你弄上去啊？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饭啊！哎呀，你别麻烦了，我这吃不了，我这在上头怎么吃啊？你快自己吃吧。对吧？哎呀，在剧组呢，工作就是这样的，你明白吧？时间是大家一起抢出来的。前几天为了我，全组人一起跟那儿等着，耽误了不少时间。我说我们不拍了，回家。你不是一直都不想拍吗？替补找好了，我们就想成全他，成全彭永康。他们越对我这样，那我就越应该留下。你留下什么呀？看见点盒饭了吗？啊，每天有这么难吃的盒饭吊着我哪那么容易就退缩啊？就这盒饭，明天我还得吃到，后天我也得吃到它，我必须得吃到杀青才行啊！万一要是这部电影成我的遗作，我不是还能给你跟刘美丽多留点钱了吗？是不是？呸！什么时候开玩笑啊？没开玩笑啊！当时你想把我留下，不也差点跳楼吗？一命换一命呗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我得告诉刘美丽，她没有牵错人，我也得让彭永康知道，我是个好演员。怎么搞了？上吧，没事吧？摔哪儿了？啊，要不要钱？什么都有啊！别别别！这救护车！让开！干什么？我这受伤了。我都问过那个剧无孙哥了，你就是腿有点问题，你其他地方好着呢。我现在打你一顿都行。那腿有事儿，那也是有事儿啊，对吧？我买的特价票，我退不了。改签啊？改签了还跟特价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把那钱算我账上行不行？我给你付，好吧？要不然我现在给你打个欠条啊！真行，你这人，我这受伤了，我这医院躺着呢，还在乎你这俩钱？看，别哭啊！你看又委屈你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这，这跟你说的一样，我就是腿那个受点伤，别的地儿没事儿啊。不走了。
我这刚到机场，你腿就折了，那我要回北京，是不是命都没了呀？你给我呸！说什么呢？你这什么说法？不管，反正我不走了。我这回来的事让我想好了。我福子5岁就骂街，8岁打群架，我10岁就是居委会的家庭关系特聘调解员。我这么大本事，我怎么就在剧组站不稳脚跟呢？不可能的。那你这不走了，你不怕我的前途受阻啊？我养你。我去地铁买票，你就开我爸那出租，然后在出租车上弄一 KTV， 现在不是流行吗？你这个长相加上你这个歌喉，咱们曲线救国，咱们照样能生活。行了吧你啊，出租车界呢有你爸，我就不在那方面大放异彩了啊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，踏踏实实的在剧组待着，出了什么事儿我扛着。你拉倒吧，你都这样了，你还扛什么？但是咱俩得商量个正事儿。我瘸了这事儿，先别告诉你爸牛美丽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又傻了吧？这我瘸了，你肯定得照顾我吧？你一照顾我，那你爸肯定心疼啊，是吧？我瘸了，万一我这一次断送了我的演艺生涯，那牛美丽不得疯了？那他们俩一疯，到时候组个团来剧组来闹事儿来，你想，咱们俩还有活路吗？想明白没有？哎呀，小雨啊，导演，你这干嘛呢你啊？你换着这衣服，你不腿断了吗？导演，我这断条腿又不是毁容了，我照样能拍，没事儿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？我总没你不行了，拍不下去是怎么了？不是那个导演，我就想着，你说这角色也陪我这么多天了，是吧？陪我吊威亚，又下水的，又下跪挨打，这眼看着就杀青了，我怎么也得跟这角色好好告个别，是不是？你想把自己演残了是怎么的？啊，拍残了啊？拍完这部戏不拍了，最后一部。我告诉你，逞能和专业那是两回事儿，知道吗？那腿不好回去养腿，要不真的是最后一部戏了。别导，别什么你啊？我真能拍。一会儿我还想上打戏，打戏也没问题啊，打戏照样可以，没问题。我说郑指导啊，你问问他后期补拍的那个特写镜头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可以。那没问题就回去歇着，后期再补几个镜头。不是，那个导演别，咱再商量一下，要不然咱别后期回头再补了，咱就今天补了吧。我刚才来的路上我已经进入角色了，今天补了吧，好吧？我这真没问题。那个，待会儿拍他时间行吗？把特写补了，反正穿着衣服，差不多还可以吧，导演。谢谢导演。你去化妆，准备准备。好嘞，小心的啊。没事，您放心。电影杀青宴上，福子拿了一堆蛋糕疯狂往嘴里塞，郝泽宇无语极了。白娇娇让郝泽宇跟自己一起过去接受采访，郝泽宇不太愿意，却被福子赶过去了。彭永康来找福子，给他尝自己亲手做的饭菜，说他像自己的一个故人。彭永康向福子道歉，还希望他帮自己和郝泽宇也道个歉。经过上次事件后，彭永康已经彻底认可了郝泽宇，福子十分感动。滕丹来祝福彭永康，这时福子找到郝泽宇，让他去给彭永康道谢加道歉。结果正好碰到滕丹和彭永康在说话，郝泽宇心情复杂。彭永康笑呵呵地告诉他，滕丹一直在背后帮助他，如果没有滕丹，郝泽宇根本演不了这部戏。滕丹没来得及阻止，郝泽宇顿时觉得自尊心受到打击，质问一旁的福子究竟是为什么。滕丹倔强地说是牛美丽和福子求他的。福子缄默不语，郝泽宇气冲冲地离开了。回到酒店，郝泽宇就像机关枪一样开始质问福子，宛如泼妇骂街。福子委屈万分地拿出了自己从未在郝泽宇面前打开的箱子，里面是满满的方便面袋子，这就是福子这几个月的口粮。郝泽宇顿时安静下来，想到福子每天笑着把盒饭留给他，自己却只吃方便面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回北京当天，郝泽宇和福子就坐上了。
福爸爸租来的豪华大车去河北商演。郝泽宇因为滕丹一事始终闷闷不乐，牛美丽则诱惑福爸爸吵了起来。福爸爸觉得商演不靠谱，牛美丽却偏要一门心思走到黑，结果二人意外暴露出了牛美丽欠债一事。牛美丽委屈巴巴地表示自己空有美丽一无所有，借了30万投资郝泽宇算是留条后路。牛美丽头一甩让福爸爸开车回去，一直没开口的郝泽宇却说去，他们投资自己不就是想挣钱吗？到达约好的地点后，众人发现这里一片荒芜，根本不像有演出的样子。正纳闷时，一辆车驶来，下来一个暴发户打扮的男子，说是带牛美丽去签合同。牛美丽便上了对方的车，郝泽宇和福子、福爸爸只好在车上等，结果等了半晌也没见着牛美丽。郝泽宇下车上厕所的功夫，被人一棍子敲晕了。绑架郝泽宇的人正是牛美丽的债主。牛美丽一个劲儿的嚷嚷让把郝泽宇放了，结果下一秒，福子和福爸爸也被抓了过来，对方威胁要把郝泽宇的照片发网上去。郝泽宇这时开口道他帮牛美丽还钱，但是要他给自己100天的时间。债主本不愿意，牛美丽提出和他打个赌，他要是输了便给自己100天，赢了他们就回去凑钱。认赌服输吧，把人扣去。马上送走去。干嘛呀？欠钱的人是牛美丽，你凭什么扣她呀？我想扣谁就扣谁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不是让我们凑钱去吗？牛美丽，她欠你们的钱，现在属她最没本事。她有那本事的话，还至于今天还不上吗？她就是欠钱的人，你们理所当然应该扣她。福同叔，你说是人话吗？对不起了您了，胡子，好，走，凑钱去。哎，让他们走，干嘛？对不起了啊。天哥，干嘛？我尿尿。爸，你说他尿尿怎么尿那么长时间？坏了啊！赶紧报警吧，福子！把人给我放了！别动！哟，这么快，钱凑齐啦？我不是来还钱的。这哥们儿，这就是你不守信用了吧？我要是刚才进来看见你们其乐融融的，我现在立马掉头回去给你凑钱去。可我看见你在威胁他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我没伤害他，我就是给他剃头。钱我一分不少的还给你，我带回去人缺斤短两，要是搁你，你乐意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是我第一个面对面说话的演员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所以一直给你面子。话我点到这儿了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使劲赶紧给我带。我们4个人来的，也得4个人回去。你要是想让我滚蛋，我也得带着他一块滚。哟，哎，抽他，抽他！撤！你跟着裹什么乱呢啊？跟我后边保护好自个儿。小好，你福大爷来了，兄弟，我要不打我，人看着你牛吗？走，走啊！来，别来！你小子单枪匹马杀回来，我还以为你有多能个呢。看见没有，一个人打一群人我还活着，你肯定不是我对手。你闲聊什么呢？真把人当自己家客厅了？你嚷嚷什么？你嚷嚷？不是给我单挑啊！哎，你们演艺圈人还真挺仗义，接二连三的回来救啊！你丫少废话！本来就是什么欠债还钱这么一简单的事儿，今儿你把我们人打伤了，这怎么算呢？算个屁！他欠抽，打都打了，就是俩，一个了。打一群的时候，你还撒尿和泥呢。哥几个动手！我看谁敢上，兄弟！别动，别动！好点啊！手往后，对，合作好了，好头。没事吧，兄弟？对。牛美丽催剧组结尾款，谁想却被告知剧组资金链断裂。现在郝泽宇的这部电影已经彻底没人管了。牛美丽和福子头疼不已，郝泽宇反而觉得这部电影能够顺利杀青，他就很开心了。上不上映也没关系了。可谁都知道，郝泽宇只是在安慰大家而已。
怎么说那也是他好几个月的心血，怎么可能不在乎？郝泽宇其实很自责，如果当初他再努力一些，也许现在的情况会不一样。福子听着他意味深长的话，暗示郝泽宇放下过去，和藤丹和解。郝泽宇回到家，拿出了那件藤丹送给他的毛衣。往事愈发沉闷，福子坐在院里叹着气，问福爸爸，如果牛美丽突然和他绝交还不告诉他理由，福爸爸心里会不会觉得牛美丽心里有苦衷？福爸爸知道他在问郝泽宇和藤丹的事情。郝泽宇孤苦无依的在北京闯荡，朋友也只有藤丹一个，结果突然离开了，郝泽宇心里肯定难过的。得知藤丹死了，福爸爸的手顿时顿住了。郝泽宇守在医院门口不肯进去，没有问牛美丽什么，有的只是满满的自责。牛美丽今年陪藤丹来了很多次医院，如今藤丹突然去世，牛美丽整个脑子一片空白。福爸爸有些担心郝泽宇，他安慰牛美丽说，想走的人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离开，就是想要让活着的朋友好好活下去。郝泽宇把自己关在衣柜里喝闷酒，狭小的空间里只容得下他和藤丹的点点滴滴。当初郝泽宇父亲去世，他也像如今这一般颓废，甚至想要抛个硬币决定死法，是藤丹守在他身边，耐心劝解安慰。郝泽宇拿出了那枚他藏起来的硬币，也是当初藤丹留下的。保险公司说藤丹买了份保险，郝泽宇是其中的一位受益人，保险公司让他有空来办一下手续。接到电话的郝泽宇心情更加复杂，为什么受益人是他啊？郝泽宇不肯见人，也不肯吃饭。福子和牛美丽、福爸爸都很担心，生怕郝泽宇也一个想不开。小雨啊，你别只光顾着做椅子呀！我不做椅子，我有其他的工作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别光顾着做椅子，你可以做什么电视机柜啊、整体橱柜啊、整体厨房什么的。就算是要拓展新事业，也不能被框死，对吧？给你还的那30万，就算是咱们俩的违约金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够的话，我就再想办法。如果你要是觉得做一电视柜能抵现的话，那我就学着做一个。谁说要跟你解约的呀？我单方面解约，都是自己人，就别那么多形式主义了。只要我不同意，你就还是我的人。你真的没有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我乐意，哪怕你是不干这行了，你开椅子公司，做椅子拖拉死，反正我都是你经纪人。哎呀，别死我！你想听我说什么呀？我抑郁症。别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们家的小雨最近挺活泼的。那就是躁郁症，时躁时郁。我觉得这人嘛，或多或少心理上都会有点问题的，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，我觉得没有必要上身成病。他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再好，也是有承受范围的。一夜之间天翻地覆，他是修2把椅子就能发泄得了吗？我知道有个心理疗法叫放下，但是不扯淡吗？怎么可能事事都放下呢？那还是人吗？但我还知道一个办法，我打算赌一把，叫做厌恶疗法。就是你越讨厌我，我越让你面对。就算你疯了死了，你做鬼缠着我也行，我给你熬过去了，你就给我买份厚礼。那我认了。小雨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了。以前觉得这个开场白特别俗气，现在我知道了，这的确是一个要离开的人能想到的最简练的开头。你好吗？千言万语到心头，落下却只有这3个字。很想跟你解释解释，又觉得没必要，你会懂的。傻孩子，你今后的日子还好长，好好开始新的生活，要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过，学着保护自己，也别忘记去爱别人。别怨天尤人，别觉着命运不公平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应该亲自跟你讲一句再见的，
但看到你在剧组那么棒，又觉得没必要了。你长大了，我真开心。我没有不甘心，就是有点舍不得。这一生很高兴遇见你，希望你也一样。小雨，你以前常跟我说活着太苦了，可我现在站在人生边上，回头看过去的日子，其实满是感恩。你要相信我，人生是甜的，那些甜是一起吃苦的幸福，是我们爱过这个世界的证据。丹姐这辈子没白来，是尝过甜头的人。我值了，你也得加油啊！北京的雪下得很大，福子幼稚地拉着郝泽宇跟自己许愿。下雪的夜很不一般，郝泽宇也突然告诉福子，他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，比如说做老师。福子没有反对，无论他做什么决定，他都会支持。二人手拉着手在雪地里转圈，平静美好。福子如往日一般追着郝泽宇打闹，一场雪仿佛洗去了所有的阴霾。发布会现场，福子给郝泽宇加油打气。刚刚爆红的高天被记者围着路过，郝泽宇热情地上前打招呼，高天却显得十分冷漠，反倒是看见白娇娇很是热情。郝泽宇的脸僵住了。走进发布会现场，郝泽宇很快被记者包围，每一个人都扛着长枪大炮，质问他和藤丹的关系，藤丹的死因，还有郝泽宇在葬礼上那个诡异的笑。刺眼的闪光灯下，郝泽宇忽闪着眼睛，渐渐迷惘。白娇娇连忙出现替郝泽宇解围，拉着他去见导演去了。难熬的一天总算过去了，郝泽宇和福子慢悠悠地晃悠回了胡同，结果又在胡同口被狗仔包围。更有甚者，拿着藤丹的照片问郝泽宇是不是和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郝泽宇急了眼，被狗仔打了一顿，拿起路边的锄头便砸了狗仔的车。这时牛美丽接到电话，郝泽宇因为砸车一事被关进了警察局。福子、牛美丽和赵小北、福爸爸4人求警察让他们进去看看郝泽宇，可警察却告诉他们，郝泽宇不肯见人，也不肯出来，说是要在里面好好反省。福子想要去找对方和解，却被福爸爸阻止了。既然郝泽宇想要冷静，那就让他在这里面待几天。没离开警察局，福爸爸和牛美丽又因为赵小北拌起了嘴。福子在旁一脸无奈。小小的拘留室里，郝泽宇脑中满满的都是狗仔对藤丹的诋毁，一字一句都让他倍感愤怒。郝泽宇出来的前一天，牛美丽又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要请他拍电视剧。众人接郝泽宇回家的路上，赵小北拿出手机给他看热搜，网络舆论瞬息万变，郝泽宇就这么艰难地冒出了头。娱乐圈里也总算有了他这么个人。牛美丽这2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，不是找郝泽宇拍电视剧、电影，就是要采访、综艺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牛美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不知道几个月前你们看到了没有啊？这个几个月前那会儿还没人关注我，我也是在这个平台上直播。那时候呢，有一个戏让我增肥，但是我那时候穷得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，所以我为了让人给我刷一车队，我就直接喝了1桶花生油，喝完了我就直接送医院了。你们可千万别学我，你们知道我做完那事儿有多后悔吗？以后再也不干了。说是直播，其实啊，全是假的。我说什么做什么，我什么时候唱歌，什么时候飙海豚音，甚至一个眼神一个动作，那全都是早就安排好的。你们是真心支持我，所以我不想骗你们。还有啊，你看这个呢，确实是我家，但是你看看这弄的，让他们弄得一点都不像了。而且你们信不信，我这身边啊，现在站了好多人，我给你们看看。看见没？啊，看到没有？看那个，哎，看，拿摄像机看到没有？好看吗？啊，所以啊，别相信这些，全是假的。等回头有机会，我给你们来真的直播啊！今儿就这样了，不玩了，散了。你不是说这不直播算违约吗？那我直播了，应该就不算了吧？啊，好恶心！哎，痛快吗？啊，不是，你刚才听到那人说的话了？听见了。你就这么把人得罪了，
那怎么办啊？我不怕呀。他要是没有工作了，又变穷了怎么办？吓唬谁呢？我又不是没穷过。其实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你不能那么任性。那我以后要是都不跟着你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别老说那没用的，我就问你，你痛快不痛快？痛快。我其实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工作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想看着你高兴。福子，以前呢，您保护我，对我好，我心里边都记着呢。我也想你心里能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我郝泽宇会不顾一切的保护你们，不再让你们受欺负、受委屈。好，傻不傻？这时，王导给牛美丽打来电话，说是让郝泽宇去面试，气氛顿时又跳跃了起来。郝泽宇在福子、牛美丽、霍夫爸爸的簇拥下来到酒店见王导。这位王导比彭永康的档次可高了不止一个台阶，只要郝泽宇上了他的戏，未来一定一片光明。在这之前，福子告诉郝泽宇：“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棒的。”虽然这句话可能没什么用，面对王导，郝泽宇显得十分有礼貌。刚要准备试戏，就被王导拒绝了，因为他想要看郝泽宇演自己。你给他看看。今天之前呢，您的作品我不敢说我学习了多少遍，但是我都看了，我很尊敬您。您在我心里是个大艺术家，所以本来我以为您有些超出常人的本事，但今儿一看，我觉得是我高估了您。您和那些搞真人秀、上访谈综艺，包括狗仔，一个德行。你说话客气点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哎，你让他出去。我觉得您不只是想看我犯浑吧，还想让我遍体鳞伤，血淋淋的躺在地上任人宰割。早说呀！您要早告诉我，兴许我还能努力，再分裂出来个人格给你看看。您用得着这么冠冕堂皇的说让我演我自己吗？还有关于我的事儿，网上写的比我自己知道的还全。您要是感兴趣的话，自个儿上网查去；您要是不感兴趣，麻烦您把我从你的名单里剔除了。泽宇，我知道你心不痛快，但人生是不是有很多坎儿，就是会过不去？那最后不是还是过去了吗？对吧？那要不然怎么着？你一直挺那儿啊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甭给我讲那些大道理。我就是觉得那导演就是人品差，他的戏我就是不想拍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又不是去交朋友，你是去拍戏的，对吧？他的确他手段过分了点，但咱不也骂回去，咱也不吃亏啊。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？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发现你现在变得跟牛美丽一样市井。不是，娇娇姐说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作品。那咱们辛辛苦苦一路，现在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你成功吗？什么叫成功啊？为了成功，我脸都不要了是吗？那学表演里面有一堂课叫解放天性，那解放天性教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不要脸啊？拿我伤心的事儿来刺痛我的心，这叫不要脸吗？这是让我跟他翻脸，我骂他，他活该。真是被我都骂成那样了，还来找我，贱不贱呢？你是演员，你现在应该相信导演，你把自己交给导演，你懂吗？就算我是个演员，也不代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就能拿出来卖惨。真当我卖惨上瘾啊？那还演什么戏啊？直接我拿个碗，我上去卖惨去就得了呗。真是要什么作品，要什么尊严，全都别要了。啊！你现在这样跟我谈尊严了啊？你当时拍彭永康的戏的时候，你为了增肥增到得体健颜，你怎么不谈尊严啊？然后你吃狗粮，一口一口的吃狗粮，你怎么不谈尊严？现在谈了，你真逗！难道你想看着我一辈子都低三下四的吗？不是，你真以为你被彭永康加持之后你就所向无敌了是吗？你是觉得你现在牛了是吗？怎么着？我以后见你是不是得跪下呀？我不觉得我坚守的东西有什么错，就算有再多人骂我，只要有一个人支持我，我就是觉得心里踏实。而且我还告诉你，我的演技没有问题，要不那导演也不可能这么三番五次来找我。
郝泽宇，我告诉你，别逗了，你演技有问题，你高兴就是高兴，伤心就是伤心，全都写在脸上，一点层次都没有。演技是源于生活的，你生活里就是混蛋。福子，我一直以为你都爱说那种漂亮话和鼓励我的话，原来都是在不痛不痒的时候。我知道，你跟牛美丽一样，就是把我当成摇钱树。对，我们都拿你当摇钱树。牛妈拿你当摇钱树，摇了一屁股债。我爸这出钱出力，变着花样伺候你。我们真脑子不好啊，哪棵摇钱树不摇，非要摇你？你拿你自己太当回事了吧？人跟人在一起吃苦，就是为了以后能在一起享福。你先别着急反驳我，更别把你自己当圣母。我告诉你，任何一种方式的付出都不是完全无私的。对，我们有私心，我们的私心就是希望你好。你别太自以为是了，郝泽宇，没那么重要。你以为网上那些夸你的人都是在真的夸你吗？是的，那是我一个人熬了几个大夜，我一条一条发上去。我能做的我都做了。之后你想卖惨你就去卖，你想守护你的尊严你就去守护，你想做你的梦你就自己去做，你想停在原地我也绝对不会再推你了。我辞职，我不干了，再见。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走了，往里面去。郝泽宇转悠了一大圈回来，要找福子聊天，福爸爸却阻止了。二人都在气头上，也说不出什么来。如今郝泽宇的境况与以前不一样了，福子和牛美丽根本跟不上他的脚步，所以既然福子现在决定辞职，他们就应该尊重他的想法。至于后悔还是决绝，都是后话。郝泽宇无奈地望了眼福子房间，转头给颜如晶打了电话。既然你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呢就帮你分析一下。第一，我觉得你的助理说的挺对的，演员就是应该把自己交付出去，那些伤啊痛啊尽管残酷，但是一定要把它扒开了狠狠地疼一回。因为当演员那么容易啊，每一个作品背后都是自己的故事。还有第二点其实我觉得根源不是在你跟你助理那儿，而在于你对你的未来是怎么规划的。你想让别人做出好吃的西餐来，那首先你自己得尝过吧。20块钱的超市牛排和上千元的和牛，味道能一样吗？福爸爸有意为福子安排相亲，苦口婆心地劝说道结婚要门当户对。福子很是无语地找借口离开了。面试回家后，郝泽宇也兴冲冲地回来了。他告诉福子和福爸爸说他今天去试镜了，而且还成功了。福爸爸兴高采烈地去买菜了。郝泽宇则眉飞色舞地和福子讲着试镜的事情，同时也为上次的事情道歉。福子也很为郝泽宇开心，但除此之外也说不出什么其他的话。郝泽宇求他别辞职回来上班，福子却道他并不是想和郝泽宇置气，他只是觉得自己做不了这份工作。郝泽宇急了，最终福子才答应再带他一段时间，让他有时间找到新助理。福子又问郝泽宇为什么突然想同去试镜了，郝泽宇就把自己遇到颜如晶的事情说了出来，是他让郝泽宇彻底想明白了。你谈过恋爱吗？不是，你这问问题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呀？咱俩认识这么久，我谈没谈过你不知道啊？也是，看你那样，满脸写着母胎 solo， 怎么可能谈啊？我虽然没有亲自谈过，但是我暗恋过。隔壁胡同那个打球的哥哥，对吧？中学的时候隔壁班的校草，都暗恋过。他们也对我暗送过秋波，就因为我太优秀了，我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吧？要不然跟那会儿我也是一个情场高手。你问我这干嘛呀？导演说这戏里边我得谈恋爱，可是我对这事儿一点经验都没有。福子，要不你陪我对个剧本吧？咱俩试着谈谈，咱俩练练，对吧？说不定在这中间才能找到感觉呢，是不是？练个屁！好小子啊！
我让你跟这住着，是来逃难的，不是引狼入室的啊！怎么着？打算打我闺女的主意啊？不是爸，他这是工作需要，对剧本儿。咱搁这塔后啊，对什么剧本啊？这种戏有随便陪练的吗？嚷什么呀？不就对个剧本儿，又不是真台。那你说怎么着？咱们家一共就俩女的，对吧？那我不能找牛美丽谈。照你说这意思，我闺女还是挑剩下的了啊？行，你想谈是吧？吃完饭我给你练啊。我追过人，结过婚，经验丰富，手法老道，童叟无欺。我看着你那张脸，我谈不起来。那找刘美丽去，她比我经验丰富，专攻小白脸。来吧，你也来点吧。跟我练，你不得壮壮胆儿？走一个。哎，非得把我喝多了不行。一瓶都不够。你多喝点，看着我爸这脸，谈恋爱他得吐了。福爸爸和郝泽宇又回到卧室对剧本，听着福爸爸蹩脚的念着肉麻的台词，还不忘点评几句。郝泽宇再一次崩了。二人刚躺下准备睡觉，福爸爸又把郝泽宇叫起来给他传授恋爱经验。虽说他只谈过一次恋爱，可他运气好啊，一次就遇见了对的人，也就是福子的妈妈。郝泽宇听着福爸爸和福妈妈的恋爱故事，心里若有所思。只是那时的爱情很纯粹，现在的年轻人向往着平平淡淡，又期盼着轰轰烈烈。郝泽宇一大早就开始打扮准备去谈恋爱，他打算去北京求姻缘的3大圣地遍地撒网。福子无语，怒斥郝泽宇无情无义。郝泽宇见状便想了个办法，让福子和自己谈。福子扭扭捏捏的答应了。二人约好晚上等福爸爸睡着后院见面。月上枝头，福爸爸的呼噜声响起。郝泽宇见状蹑手蹑脚的抱着剧本去了后院儿。福子拿着剧本帮郝泽宇对词。你爱过我吗？我何止是爱你啊，我现在依然爱你。别扭扭，我觉得还不如跟你爸对呢。找我爸去。这个货，怎么回事你？你就让我说你，你这是个当助理的样子吗？啊，动不动就撂挑子，别着急呀，咱们得磨合磨合。怎么磨合啊？我跟你讲啊，首先啊，你得入戏，明白吗？进入状态。然后呢，你这样吧，咱们俩先把这段跳过去，啊，直接来这一段，亲我一下。凭什么？什么叫凭什么？就是写着呢，你看吧，2个人拥吻，看见没有？那也不行。不是，是你说主动要跟我对剧本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得说话算数啊，对吧？那没准你亲完我这一口，没准你就真的进入那个状态了。不行，不行。那咱俩换一下，我亲你。啊？那也不行。不是，那你亲我也不行，我亲你也不行，那咱俩不能大冷天的在这耗一晚上吗？在这你下不去嘴，这下不去什么嘴啊？那好吧。不等等，哎呀，不是你一个小演员，你凭什么篡改剧本啊？我没改剧本啊，剧本是这么写的，只是你不愿意亲我，那我就亲你呗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耍大牌啊？你这我耍大牌还是你不靠谱啊？那要这么容易的话，亲一下就能入戏，那我都得奥斯卡了。再说了，你这癞蛤蟆怎么亲都不会变成王子。那你得先变成公主那样啊！真是，不对了，我走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酝酿一下去。快点！
空昼夜大雁戏手上，又是人上。杨过寻佛佛女上，就你那点出息啊，不就是亲个嘴儿吗？弄得跟上吊抹脖子似的。这要换成我刚才啊，我咔咔上去就亲，这便宜不占白不占。刚才急得跟猴似的，现在又有心情赏月了，你怎么又出现了？你烦不烦人啊？哎，瞧瞧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啊，要不咱俩换一下，我亲你，干嘛呀？耍流氓啊？你觉得你跟一姑娘说这话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了？谁占谁便宜啊？这是我初吻，初吻怎么了啊？初吻能当饭吃啊？啊？你惦记人又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。为了艺术啊，那福子他不是演员，那我合着不能让他在这酝酿3个小时再演吗？我没惦记他，他只是不讨厌。你别找理由，你这是为艺术献身吗？你怎么不跟他爸亲去啊？那才叫为艺术献身呢。而且，如果真的喜欢的话，那就更不能说亲就亲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你日盼夜盼，终于盼到了一盘好吃的菜，那吃的时候得有点仪式感呀。你真是为了对剧本吗？还有啊，你今天早晨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想给谁看啊？我都说了，我那是去夜店狩猎去。Mix、Vix、红螺寺，这名字倒是如数家珍。你知道门往哪儿开吗？啊，大早上去夜店，你给人打扫卫生去啊？我去红螺寺行吗？早上起来拜佛铃。真要是喜欢人家，就直说，我想跟你谈恋爱，跟剧本无关。本来就不是情场高手，非得学那些虚头巴脑的招，幼稚不幼稚？别喝了，你这酒量，喝一口壮胆儿，喝一瓶闹事儿。那我要跟人直接说，人家不愿意谈怎么办啊？不乐意，你不会再拿剧本当幌子吗？进退有度，能屈能伸，不管他是接受还是拒绝，起码咱自己没遗憾。别说了，你这消失吧你。哎，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场梦，你希望以后的梦里全是福子吗？好了，你临门一脚，怂了，瞧不起我？我去了。我来了。来了。哎呦，我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这怎么了？你不是酝酿去了？你把鞋喝多了呀？去吧。什么？可以停了。不是福子，你这喝多了。不是，你别这样，咱不至于这。哎呦，福子，不是啊，我配合你。是，不是，咱也不至于这样。不是，你别这样，福子，你爸在里面睡觉呢，咱这不合适吧？福子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报警了，福子。福子。哎，福，哎呦，什么事？大晚上锁上门啊？哎呀，干嘛呀？喂，哎，你慢点啊。
对戏吧？对不对戏了？对对对。怎么那么晃？哎呀！我是猪八戒吗？我是猪八戒吗？我是他媳妇儿。哎呦！把桌底。疼疼。哎呀，不要！一直以为你是虚胖，没想到还真有点分量。我准备好了。我可以亲，因为我喜欢你。福子，咱不对剧本了，直接谈恋爱吧。最近这边总是晴朗，空气很暖，别挂念。你还好吗？一餐一饭，晚安，别太晚。受了点伤，记得取暖，不要总烦，别太乱。呀，呀，人醒了？酒醒了没有啊？啊，来来来，快，喝杯豆浆，我亲自给你弄的，我每天早上都喝，保持身材，快。不是，你都喝过了，我再喝多恶心啊！怎么能恶心呢？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俩就不分你我了，咱俩今天得谈恋爱呢。不是，昨天我是喝多了，你今儿你就这样就趁人之危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跟我爸对剧本了？我不跟他对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提了，我这2天跟你爸对剧本对的，我现在只要一想到那场戏，我这满脑子全是你爸那张脸，我这都有心理阴影了，太可怕了。不是，我这不正好前几天我不是说我实现你愿望吗？正好咱俩谈一天恋爱是吧？借这机会，咱俩一箭双雕，一举两得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拿我的愿望当你工作呀？那要不这样吧，那咱俩就不想着工作，行吗？咱俩把工作这抛开，咱们俩就认认真真的正儿八经的谈一天恋爱。可我谈恋爱可能会很无聊，你吃得消吗？没事儿，只要你喜欢，咱们俩就是在这床上躺一天也行。你干嘛那么流氓？想什么呢你啊？我说的是咱们俩各睡各的，就好好的就躺在这儿，谁都不动那种。就是，哎呀，这你怎么老想歪了呢？这不是那种人吗？真是你，
你可以去通晚话，谈不谈吧？谈，昨天就做好豁出去的准备了，但是你都得听我的，因为是为了完成我的愿望。成交。喝一口。哇！那口水味儿。没人喝过就喝吧。你尝尝。先喝一口啊。你尝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手艺还真不错，深得你爸的真传。郝德月啊，我得谢谢你，这一天的恋爱谈的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这就是你想要的恋爱啊？这也太小意思了吧？那我还以为你们女孩都喜欢那种浪漫式呢，比如海边、烟花、牵手跑，这不是谈恋爱3件套吗？不是，第一，北京没有海；第二，现在不让放烟花，污染环境；第三，我不爱运动，尤其是跑步。不是，谁跟你聊这个了？你这一点情调都没有。我是觉得这个爱情吧，还是得有点烟火气。比如说2个人牵着手走过大街小巷，然后2个人牵着手躺在草地上看星星，反正只要2个人牵着手，干什么都觉得有意思。然后天黑了再回家亲手给他做顿饭吃，然后亲口听他说一声真好吃，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满足。这就满足了？那你早就应该告诉我，还让我那么精心给你准备，早知道我就给你送套刀具了。还做准备了呢？那当然了，这既然是要给你实现愿望，当然就要尽职尽责了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。这个虽然没有大海，没有烟花，但是这个呢也能顶替一下，也算是个小浪漫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太将就了一点？感觉好像好多年前的存货。心意最重要，别挑三拣四的。好的。虽然有点简陋啊，但是还挺好看的。这个心意我收下了。猴子，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真美啊！今天晚上没有月亮。你怎么那么没文化呢？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在表达，我觉得你还不错，我挺喜欢你的。还不错，挺喜欢。不错就是不错，喜欢就是喜欢，怎么感觉跟委屈你似的呢？不是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我就是要你回答，我就是表达这意思呢。你再急。其实我知道你都是因为工作、拍戏，然后体验生活，所以才会有这么恋爱的一天。但是其实我挺高兴的。突然想
爱你。谢谢你啊，给我编了一个美梦。昏暗的夜里，不过看着你不要因为专你觉注的得背你说你喜欢我，就不还我钱。我都记着呢，我跟你说，一笔都不会落下来。我这个人刚正不阿，铁面无私。突然想爱你，在这拥挤的人群里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，吞没你，占领我的心。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心都匮乏，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。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无法想象，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，失去了你是方向。打算拿这个还债吗？我你脑子里一天都想什么呢？一天天就知道惦记那俩钱，你就不能在这种符合现在实际的这种环境里，你说点甜言蜜语吗？我是你说的那种人吗？那你亲我什么意思啊？我亲你还能有什么意思？就是亲你的意思，亲你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亲爱的歌曲，吞没你，占领我的心。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心都匮乏，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。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无法想象，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。你这又是什么比喻啊？失去了方向，柔软，还有一股被阳光晒过后的擦肩的瞬息。如今是你让我又想起那停摆已久，我有点后悔了，停摆已久，后悔把你实现这个愿望。就这么一天。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心都匮乏，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。那等你看完戏回来，我再奖励你一件。爱到你无法想象，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，失去了方向。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，失去了方向。郝泽宇马上要去进组拍戏了，王导不允许演员带助理，所以福子只好忙里忙外地给郝泽宇收拾东西，生怕他去了剧组吃不饱穿不暖的，还给他准备了一样礼物，是印有他照片的抱枕。郝泽宇很是嫌弃，却还是把抱枕塞进了行李箱中。福爸爸给福子打电话催他们回去，现在他防郝泽宇就跟防贼似的。郝泽宇临行前一夜，刘美丽和福爸爸、福子和郝泽宇4人好好的坐下来吃了顿饭，直到吃完饭，郝泽宇和福爸爸还在喝酒。郝泽宇醉醺醺地拉着福子的手感慨，转头诱惑福爸爸进了房间继续品酒。2人对酒当乐，谈起了福子。福爸爸拍着胸脯说，这世上最希望他好的人是他，但如果福子恋爱结婚的人是郝泽宇，他不同意。郝泽宇一听就炸了，他根正苗红的怎么不行啊？原来福爸爸对郝泽宇演员身份心存芥蒂，万一他出不了戏，那不就委屈了福子吗？4日，福子送郝泽宇去机场，2人在车上你侬我侬，恋恋不舍极了。飞机上，郝泽宇抱着福子送的抱枕，
想起了第一次坐飞机的情景，还是坐在福子旁边，心里踏实。福子一个劲儿的看手机，福爸爸见状，总是不满的把他的手机扔到旁边。郝泽宇一次次的拍着爬楼梯的戏，福子迟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，郁闷的坐在窗边发呆。下了戏的郝泽宇连忙打电话过来，福子这才咧开嘴笑了。收到了啊，请问现在是送我花啊？哪有为什么呀？我就是想送了呗。这又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。你哪那么为什么呀？10万个为什么呀？你那么送了就收着呗。哎，来了！快点！各部门准备啊，快点！半年后，郝泽宇飞机落地，已经在回家的路上，却还告诉福子说在等飞机起飞，又不让他来机场接他。彭永康打电话让郝泽宇有空来和他见一面，郝泽宇立刻便去了他的酒店。彭永康的态度与往日很是不同，连郝泽宇都觉得有些不习惯。彭永康拿出了新戏剧本，希望郝泽宇做自己的男一号。郝泽宇没急着答应，找了个借口先走了。福子正在家准备做饭，郝泽宇突然提着箱子从后门回家了。福子顿时愣在了原地，整整半年未见，福子提着菜刀就扑进了郝泽宇怀里。毁了！那我要提前告诉你了，这还算惊喜吗？你瘦了，不显得更帅吗？那我是不是又胖了呀？抱的还跟棉被似的。施如金给了郝泽宇一份代言，王导的戏已经定档了，只要上映，他就有资格拿到这个代言。郝泽宇再一次陷入犹豫中，他只是想要好好演戏，对于这些商业合作他没什么兴趣。施如金却笑了，苦口婆心地劝郝泽宇好好想想，该怎么养身后的一大家子人。郝泽宇毕竟也30了，难道没有喜欢的人吗？他不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吗？施如金狠狠地揭开了郝泽宇心中所害怕的事情。当年他也和郝泽宇一样，穷怕了。福子趴在床上想着郝泽宇成名后的一幕幕，唉声叹气的瞎捉摸。郝泽宇对他而言若即若离，若近若远。福子的心里真的很不踏实。郝泽宇越来越好了，而福子依旧是从前的福子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此时的郝泽宇满脑子都是施如金的那番话，还有他深爱的福子。施如金说的没错，爱一个人至少应该给他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。郝泽宇约了福子出来散步，问他想不想要有一个新家。福子仰着头想了半晌，也没明白他的意思。郝泽宇则开始帮福子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，最终提出要给他买一套房子，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没北京户口。福子心里十分开心，可郝泽宇这张欠嘴顿时又把他惹毛了。郝泽宇愣了，再一次陷入两难。你不是男2号吗？怎么连句台词都没有，就2个镜头啊？啊？郝泽宇受到了极大的打击，这一刻他如同一个小丑，福子反而踏实了下来。之前的时间太过顺利，若是一直这么顺利下去，福子心里才害怕呢。郝泽宇听到这番话很是生气，他只是希望看到回报而已，难道就这么难吗？郝泽宇走了，原地的福子也因为这一切哭得泣不成声。此时正心烦，白娇娇便跟他说起了自己的遭遇。当年的他摔断了腿，可连一个镜头都没有。白娇娇再一次用亲身经历开解郝泽宇，演员本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，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有更好的作品，而不是为了自己。你爱我就不会这么做，你爱我就不会这么你上网了吗？热搜了。又热搜了？怎么着？说我死了？别胡说八道！之前被剪掉那些镜头都被放到网上去了，然后你的粉丝在疯狂为你打 call。打 call？ 我手机没响啊，没接着啊。我跟你说，大家都特别惋惜，你知道吗？维尼，大家都觉得你演的特别好，为什么就被剪掉了呢？所以啊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你的演技是很好的。还生我气吗？我也懒得跟个混蛋生气了，我在那气的废寝忘食的，您在这该喝喝该吃吃，啥都不耽误，凭什么呀？对不起。
我那天啊，是真的有点被打击到了。冲你发那么多牢骚，都是被气的。你听了就当没听见，你要是非得听见了，那你就忘了，别往心里去。没法不往心里去。不是，你能不能不那么小心眼儿啊？因为你说的都是真的呀。我知道，我跟你的世界离的是很远，很多东西我也都不懂。我在努力的了解你，你有什么心里话就告诉我，别憋着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离你更近一点。刘欣姐，这人一水。其实因为这次电影宣传的事儿，真的把我们弄得挺着急也挺无奈的。没想到您帮娇娇姐剪宣传片，还捎带手给郝泽宇剪了。不是捎带手，是专门为你做的。我曾经说过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你是颗钻石，稍微一打磨就能发光。姑娘，谢谢你的水，我想单独跟郝泽宇说两句。那什么，不用，都是自己人，当面说就行。这个是索菲亚家居的代言合同，还有这些资料，你可以多看看。我已经帮你争取到了，这是我的诚意，我希望你也能拿出你的诚意来。来我这儿是合作，用顺手的人可以一起带过来就是了。吴云姐，他们自由散漫惯了，您的公司呢制度比较严谨，他们适应不了。那也不能因为不适应就放弃你的大好前程吧。以前呢，你没得选，所以跟着谁都无所谓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如果还是做一条漏水的船，那最后就只能大家都沉下去了。行，你再想想，我先走了。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也住地下室。我觉得今儿不该给钱，你别的时候给钱特别不合适。哎呀，那我还能给什么呢？送祝福花。其实这事儿我也想了很久，最后我还是觉得给钱最实了吧。过了今儿，你就是大忙人了。你特别忙，还能怎么忙啊？无非就是拍拍广告，拍拍杂志。要是进组的话，组里待个3-4个月，既不搬家也不移民，其实跟现在没什么区别。不子，这卡你拿着，以后挣了钱就都存在卡里。你干嘛？你要养我啊？不是刚才说给钱不合适，你还变本加厉了，这会。那你就先帮我存着，等这卡里的钱存够了，咱哪儿去买房子去？你不要啊？你不要，那我可收起来了。这都说这男人呢，有了钱就变坏了，是吧？我以后进了组，这全都是漂亮女演员。这卡要是在我手里，改个话，你这赚钱挺不容易的，我得帮你好好保管。
最近在电视台主持美食节目，好想念老夫做的菜。欢迎收看今天的美食节目。今天我们做了一道这个青椒呢，里边的含有的这个营养是非常丰富的。来尝尝我研究的新菜啊！哎，不错吧？还真的挺好吃的。你瞧，猴子，你快尝尝。我倒口酒吧。九转豆腐皮儿，好吃。你说，咱也是吃香喝辣的。中秋节，郝泽宇有月饼吃吗？福子，今年中秋节回不去了。公司给我接了几个电视台的晚会录制工作，提前祝你们中秋快乐，国庆快乐。北京的秋天是澳大利亚的春天，你要好好享受这次春游。没看见袋鼠，没看见考拉的春游很没意思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旅行吧。寿星快乐，福子。最近接了个电影，客串角色，和一些代言。跑了这么久的广告通告，几乎要忘了演戏。想念你跟我一起在剧组里的时光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人别人谈个恋爱都甜甜蜜蜜的，到你这儿怎么谈的这么憋屈啊？啊！依我看，你还不如那些粉丝呢。人家粉丝见面还能大声喊呢，说我爱你，我喜欢你。你呢？你连面都见不着啊你啊！不是他忙啊。是啊，他忙，好像我们成天在家吃闲饭似的。你自个儿说说，这大半年了，他回来过几回啊？说实在的，要不是为了你，现在早把他忘了。我现在都不敢当着你的面提他，就怕你心里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要我说，这恋爱谈不谈的不吃劲，干脆别谈了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可不是吗？事业刚起步就这么忙，那将来呢，肯定是越来越忙啊。就算他不花心不劈腿，可一天到晚的不着家，你怎么办呢？是吧？哦，你一直等着他，你当王宝钏上瘾呢你啊？不是，那我等一个人，我心里有盼头啊。这是你自个儿的日子，你把盼头搁他身上了，这不对，这没有什么对不对的，这是我自个儿的事儿，跟您没关系。你是我闺女，我容不得别人说让你不开心。哎，我就问问你，这恋爱你谈的高兴吗？啊？整天藏着掖着的，不能告诉这个，不能告诉那个，是吧？好不容易见个面，还得偷偷摸摸的，怕影响他工作，连电话你都不怎么打呀。这为他回来，你折腾一下午了，是吧？结果人一电话不回来了，你连哭的劲儿都没有了，咱干嘛呢？咱这是啊？是否那一趟，你担忧去浪长？你干嘛呀？打个电话，我告诉他该干嘛干嘛，今后跟咱们俩没关系了。你别管大事，你别。你是爱是我无伤，唯有长江江上也悲伤。你能不能不管我了？我都长这么大了，这是我自个儿的事儿。郝泽宇，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或者说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我有女朋友。
郝泽宇承认了有女朋友一事，所以事如今便顺水推舟地传出传言说，郝泽宇的女朋友就是白娇娇，还把在机场偷拍的照片散播出去。郝泽宇很是生气，福爸爸来到商场给福子买新手机，特意让人包装得很漂亮。回家路上，福爸爸听到广播说郝泽宇和白娇娇公开了恋情，很是惊讶，连忙给郝泽宇打了个电话。郝泽宇刚到北京机场，待2个小时就得走，福爸爸便让他等自己一会儿见个面。郝泽宇捂得严严实实地上了福爸爸的车，福爸爸一路上都不肯跟他说话，郝泽宇很是郁闷。福爸爸憋了许久才问郝泽宇和白娇娇的事情，当然他并不相信郝泽宇是这样的人，只是作为一个父亲，他不希望福子整天都把时间花在等待上，也不能劝郝泽宇放下梦想，他只能劝郝泽宇和福子分开。郝泽宇神色有些不安，他只是想多挣些钱，现在那张卡里的钱都能买一套房子了。可福爸爸说的对，福子并不图这些，他只是想和郝泽宇在一起，只是想一辈子都快快乐乐的。机场高速绕了一大圈，福爸爸又把郝泽宇送回了机场。郝泽宇把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告诉福爸爸，说以后一定尽量待在北京，陪着福子。你是爱是我无伤，唯有长江江上也悲伤，唯有上了。他爸没了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。水姐，我得回去，我现在马上就得回去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先冷静一点。我知道这个事情很突然，你没有办法接受，但是现在外面几把号人在等着你，落地就得开拍。不是我拍什么拍？我现在还拍什么？人都死了，我家里人死了，你明白吗？我听见了，我明白。但是你也说了，人已经走了，就算是你回去，他也不能复生，节哀吧。你能不能有点正常人的情感啊？正常人也需要履行契约精神。你是签了合约的，答应了拍摄就要完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。好 ，OK， 我赔钱行吗？所有的后果我都来承担，好吗？你承担不了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你现在不拍，就是你没有职业道德，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病人是哮喘引发的心脏病猝死，家属请检验顺便吧。嘿，看的人清楚喂，那褶子都不是清楚。您这手机是送女儿的吧？啊，您对您闺女可真好。嗨，当爹的哪有不疼闺女的，是吧？就是脾气重点，哎，好好不好好说，有时候闹点小别扭，其实都是疼她呀，啊，就怕闺女不开心。也像风里尘嚣，你是爱是我伤，唯有长江身上也悲伤，唯有像佛仙埋空场。标上相信没白结束完录制的郝泽宇第一时间回了国，飞奔回这个熟悉的小院子里。福子失魂落魄地坐在空荡的家中，郝泽宇抱着福子道歉，福子没有怪他，只是平静地提出了分手。
尽管在这个时候说这些很草率，可这些都是他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。福子把银行卡还给他，说他欠自己的钱已经扣下来了，从今以后他们就两清了。你们和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好日子？你问我什么才是我想要的好日子？你问我吗？我不走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走了，再也不走了，好不好？求求你，你不能不走，你不走，你就不是我崇拜的那个郝泽宇了，我也不是那个你喜欢的福子了啊！我不能不听他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俩吵架了，我们俩因为你吵了架，我没来得及跟他道歉呢，我没来得及跟他和好撒娇呢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他道歉呢。看得人清楚哎，这褶子都不是清楚。当爹的哪不疼闺女的，是吧？就是脾气重点哎，好好不好说，有时候闹点小别扭，其实都是疼他呀啊，就怕闺女不开心。行，挺好挺好，这什么色儿？哟，紫的，梦幻色呀！好，就它了。上扬不欢喜，向上泪摆上，我光为离离，没有修长，时光那样胖。我见不得我闺女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活着，啊，我也没别的要求，我就希望她每天都活得乐乐呵呵的，是吧？别把时间都耽误在等人上。埋上一佛系心灰，爱上人生，空手也该演戏受伤。福子，咱俩一辈子都没法两清，永远都是我欠你的。郝泽宇走后，福子再一次失声哭了起来。郝泽宇决定在真人秀结束后终止和施如金的合作关系。施如金沉默半晌，让他回去看看合同。郝泽宇的分成是20%，这是牛美丽特地争取来的，合同里也写得清清楚楚，一旦郝泽宇提前解约，5年之内都不能参与演艺活动。郝泽宇却完全不在乎一般，他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施如金愣了，原来他一直想要的成功也不过如此。若是能重来一次，他很想回到那个住在地下室。爸，你走1年了，我都1年没见你了。我1年没见你，我
我也1年没见好泽宇，怎么好多事儿还像刚发生了似的呢？不过你放心，我这1年过得特好，我特开心，我成天都乐，我乐得嘴都僵了。我不能让你再替任还替我操心，对吧？向上美白上，我空为离离，爱有修长。是风那样怕，像风里丢黑，已是我梦来望头后悔。真的不要我了。空昼夜大雁戏声上，又是人伤。杨过寻佛佛女上，梦见回上。一世送你佛系一回，眉起忧伤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边已经打烊了。我就想吃碗炸酱面。真的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如果实在想吃的话，那您晚上再来吧。让他坐下吧。也是我为佛，也相逢于尘嚣。你是爱是我无伤，唯有长江江上也悲伤，唯有向佛献埋空场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尖弹出盛夏，心之所动，且就随缘去吧。故事结束，以后还会更新类似故事，喜欢的一定要订阅，这样才能帮助小新坚持更新。下期再见。